全球对于铜的需求正迅速增长，以满足从电动汽车到电网升级、数据中心等各个方面的需求。与此同时，新铜矿上线的过程极其缓慢，且政治与环境问题更是加大了这一难度。需求的快速增长与供应的迟滞不前，已经促使伦敦金属交易所本周的铜价突破每吨1万美元大关。大宗商品领域的资深人士、凯雷投资能源路径团队首席执行官 Jeff Curry 认为，铜价仍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。他表示，长期持有铜是他在从事此行业超过30年来看到的最具吸引力的投资机会。Curry 在去年加入凯雷之前，曾长期担任高盛集团全球大宗商品研究主管。他长期以来一直力捧铜市。他用 REIT 这一缩写概括了推动铜需求增长的3大结构性长期趋势。2代表再分配政策，正如他所言，低消费群体的商品比例高于高收入群体，这一现象依然显著。在失业率降低，谁从中受益最大？正是低收入群体，而全球各地目前仍在实施强化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的政策。一代表环境政策，他形容近年来这一领域得到了强力推进。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，近期铜价上涨的部分原因就是中国的购买。中国去年绿色资本支出增长超过100%，今年为30%。所以无论你环顾世界何处，都能看到环保政策通过。绿色资本支出刺激大宗商品需求。最后，低代表去全球化也可以理解为国防开支增加。他指出，看看美国潜在的军费开支，弹药方面就有950亿美元，再看德国军事开支达到1000亿美元。所以这3项因素的强度都远超我们2-3年前的预期。当然，即便铜价已超过每吨1万美元，仍未能完全回到2022年初的峰值。伊朗和委内瑞拉等地的石油流动更加自由，而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国则增加了煤炭产量。全球移民的恢复也缓解了劳动力市场的压力，因此能源更多了，粮食更多了，劳动力也更充足。这些都帮助形成了过去几年我们所见的通缩压力。如今情况有所不同，史上首次美元循环不再发生，取而代之的是什么？我喜欢称之为黄金循环。这解释了为何黄金价格如此坚挺。证据就是新兴市场国家去年11月都与沙特阿拉伯及其他关键参与者会面，讨论如何使用本国货币进行贸易结算，最终的净额结算则使用黄金。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先分享到这里。如果您有房产买卖委托或是相关问题，都欢迎留言私讯我。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了，拜拜。